得，姜文肯定是对于周韵来说是最有魅力的，我不能抢这活儿，对吧？当然。唐红老师，跟姜文导演合作的时候已经结婚了吗？没有啊，那时候大概几岁啊？20岁。啊，那个时候你眼中的姜文导演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特别忙，没空跟他说话。他哦，所以你跟姜文演了整个片子下来，没有怎么感觉到他有魅力？他很有魅力啊，然后而且对演员特别好。怎么好法？就是他把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骂过，他也不会骂演员。哎，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你跟这个导演合作过，也觉得合作的很好，结果他下一次拍片子的时候却没有找你了，你心里面会犯嘀咕吗？说怎么了？怎么不找我了？我不会啊，我是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应该找到那个更合适的演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现状是，大家都在找流量更大的演员或者票房更好的演员，其实他有点背离本身创作的规律。具体是哪些流量更大的？戴总，你学坏了。我们以前在《奇葩说》的现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想象一下，早晨醒来发现你跟你的伴侣互换了身体，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陶虹老师呢？我第一选就不告诉你们了，我就说第二选吧。第二选我就去健身、减肥、节食。教授，你早晨醒来跟你的伴侣互换了身体，我就会跑去做早餐呢，好让我那个身体继续有早餐吃啊。所以其实你生活当中你是从来不做早餐的，对吧？对啊。你在家里面是大老爷是吗？也不是。你做过什么家务？千万谁要不这样，说出3种家务也可以。说出3种。第一件事吃早餐，第二件事吃午餐，吃晚餐。然后我们有一段献给陶虹老师的小视频，然后我们看一下哈。我暗恋的人在后面呢，我班陶虹。开心吗？这特别老的一个视频了。我问你开心吗？跟他老不老没关系啊。我们暗恋，我们很少会对镜头直接说出来的，是吧？而且暗恋却没有采取行动，总要有个理由吧？康永哥，你猜是因为什么呢？我猜是因为有别人半路杀出来，把陶虹给夺走了。那为什么不是半路杀出来把他给夺走了呢？所以其实是有人半路杀出来把段奕宏给夺走了。对。你看看这俩2重唱。哎呀，陶老师太好聊了。那这段视频你丈夫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意见？很好啊，说明你的老婆当年就很抢手啊。所以他跟你结婚后没有发现你很抢手这件事吗？哎，这个我今天晚上可以问他一下啊。我传微信问他。现在好来。哎呀，陶老师把我逼到没有路走。先给自己找个台阶吧。你继续。我可以继续了啊！奇葩说作为一个辩论节目，还是有些内容要跟大家沟通的。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赞助商。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谢谢京东。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鹅真暖和。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好，我们来看一看本期话题。怎么了，宝贝儿？怎么了？我最近真的太烦了，是不是李丹又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去骂他。他没有欺
欺负我，但确实跟他有关系。他怎么了？快说。跟我求婚了！求婚了！我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为你感到高兴。我不想结婚，而且他说下个月就要领证，下个月就要办婚礼，怎么办？我好害怕！我不想哎呀，宝贝儿，结婚你这是恐婚呀！你听我说啊，其实呀，结婚也挺好的。你想，一个人承诺一辈子宠你、爱你、照顾你。你们两个呢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呢会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呢会慢慢变老，老了以后呢会互相照顾，多浪漫，多安心呀！其实啊，我也想结婚，我没有对象，我超羡慕你的哦。结婚哪里好呀？从此失去自由，扛上一堆责任。我要对我的小孩负责，对我的老公负责，对我老公的爸妈也要负责。结婚前我去男友家洗碗，那叫乖巧；结婚后，这都变成我应该做的了。结了婚之后，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在看，我还怎么做自己？我哪里还有自由？哎，宝贝儿，宝贝儿，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们两个过自己的日子，哪有人有空成天盯着你俩？再来，我问你啊，你不想结婚，是不是不爱他？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爱他，我很爱他，可是爱他也不用结婚呀，我们可以一直相恋下去啊。听你说说那话，来，我问你个终极问题啊，你们俩要生小孩怎么办？你还不结婚吗？你不提小孩还好，一提小孩我就烦。你结了婚，立马就有人开始催你生小孩，一生就得1-2年吧。你看我的事业在奇葩说刚刚风生水起，我这1-2年不回去，同级的升职加薪，新人开始做我的领导，我怎么办？就开始被淘汰。一步错，步步错，一步踏错终生错。我不想我的事业怎么办？我不想做个家庭主妇，我不想。哎，冷静冷静，你先别狂躁啊。看来你还真的挺害怕的哈。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瓶去除恐婚水就好了，你喝下去啊，就能消除一切的顾虑，去抓住自己的幸福。你说的很对，如果有瓶去除恐婚水，我喝了就不用这么纠结了。是啊，哎，朋友们，恋爱多年却一直恐婚，如果有瓶去除恐婚水，你会喝吗？好，题目出来了。恋爱多年，我却恐婚。现在面前有一瓶去除恐婚水，我要喝吗？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红键支持正方，蓝键是反方，请投票。3、2、1，目前是73人不喝恐婚水，27人喝恐婚水。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战队和导师之间的这个分布情况。贝壳找房战队是罗振宇老师率队，多关照，多关照。据情报显示，罗振宇老师的战队的每一个人要把他们的稿子写100遍。没有的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手抄100遍，然后倒抄100遍。像那边是背100遍，啊，这个蛋兄那边是随便。没有，我们是吧？什么？啊？我们战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管。他们是 KC、如今和职中，我并不觉得赢面好像差在哪。KC 不行，KC 什么？得弄他。手下留情。而且如今也没有婚姻的体验。对，没有。黄志忠那一套听腻了。如今为啥打恐婚题呢？神经病。就是这样一个老师，太奇怪了。快乐。李诞就要求我们不许焦虑和紧张。母亲，来，好好打，比的就是场上的实力就好了嘛，不重要，不要去想，管他呢，对面是谁，我不都是100%打吗？像李诞那种人，天才不可预测。很焦虑啊！我非常不希望我们这边有任何人淘汰，要应付一个那么硬的对手，特别累。我感觉每一场他们都把最强阵容放出来了。你们怎么样？非常好。对的吧？大家让一下我们啊！另外还有2位本场打酱油的导师，我们也得问问他们的
真实想法。不喝，不喝。啊，跟我一样啊。哎，他跟你一样，你好像很不满意。对，刚刚有人在说话吗？女神呢？我觉得可以喝，有解药吗？这桃红姐姐心思缜密，你知道吗？可以喝，有解药吗？有解药，我什么不敢喝？有解药，我逮什么喝什么，你想想是不是？所以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喝。可以喝。好，来，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辩论。按照规则是票少的一方开始，所以从正方凯西开始。加油，凯西，加油！加油！好，加油！其实大家不用觉得这瓶水这么玄乎，其实这东西我们经常喝。想必大家都去过酒吧吧？我们在酒吧看到一个感兴趣的对象，你想上去拿微信，但又不敢害怕。这时候我们会干什么？喝酒壮胆嘛！干了这碗庆功酒，不服强，迈开大步向前迎风走，这不就是喝了去除恐惧水吗？当我们想去告白，但还是没有勇气，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拉来一群朋友，彻夜长谈，让他们给我们加油鼓励。这时候，我们这群为我们打气的朋友，他们也是我们的去除恐惧水。可见，无论是喝酒还是朋友，喝这些去除恐惧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根本就不是需要犹豫的事情。我很理解对方为什么会不想喝，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喝了这瓶水，就等于我要结婚了。根本不是这样。这瓶既不是盲目结婚水，也不是什么赶紧结婚水。我们喝完它之后会得到什么？我们会得到平常心。无论最后我选择结不结婚，我是在一个平常心的思考之下做出来的判断。也正是因为我消除了对婚姻的恐惧，到了最后我跟对方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结婚，这才是对我们而言最公平的一个交代。不敢和不想从来都不是划等号的。我们之所以鼓励大家要去喝这个东西，不是说叫你赶紧去做一个决定，而是希望我们大家在面对我们害怕甚至是恐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更多可能性的权利。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瓶水，我一定会喝。我想让自己变得更理性，剩下的就交给那个更好的我去做决定吧。谢谢。好，我们现在有请反方一辩，傅首尔。KC 的观点说，恐惧去除了，就什么都能够做到。我觉得婚姻就跟奇葩说舞台一样，光光是不怕是不够的，你还得享受。你要做的不是先去除紧张，而是先把稿子背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恋爱多年，这瓶去除恐婚水能重燃你的激情吗？不能。你要是那么容易燃，你能跟一个人在一棵树上吊这么多年吗？他如果只是让你不害怕，就像 KC 说的，那他跟把你自己喝大了有什么区别呢？你们在 KTV 喝到天亮，直接去登记不就行了吗？你说酒会醒，但是可以经常喝呀。社会上的男士不经常这样吗？哪天和老婆吵架，哪天就有酒局，从不考虑为幸福的是婚姻干活，只考虑为不幸的婚姻干杯。你为什么恐婚？不就是怕嫁给这样的人吗？喝一点酒没关系，喝一点去除恐婚水没关系，但最怕喝成一种习惯就不好了，是吧？害怕了喝，焦虑了喝，绝望了是不是还得喝？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3种情绪在你未来的婚姻生活中将会连绵不绝，此起彼伏。你现在敢把自己喝昏了结婚，你以后就敢把自己喝多了不离，就这样一直喝下去。那爱不爱主要靠代谢，而且要常备护肝片，是不是？肝不好，婚姻怎么能好呢？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这瓶去除恐婚水跟酒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区别。希望对面3位聪明可爱但是不负责任的推销员一会儿跟我讲清楚它跟酒精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好，第二点啊，
就是你为什么会恐婚？我觉得因素非常多，但最主要的就是怕吃亏。人类就是这样，就是大部分的焦虑都是因为占不到便宜。我跟你们说，何以解忧，唯有索取。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活着就是要讨价还价，不要逼死自己，要给对方压力，让别人去做骆驼，你做稻草，把自己一根根压到身上。想跟你结婚没那么容易，你就每天问他一次有什么好处。态度要坚决，语气要温柔，让他认真思考，答不出来就是不认真，你就跟他耗。因为恋爱多年，你们之间除了耗，也没有什么更有趣的活动。多好，是不是？既能消除自己的恐惧，还能给对方洗脑。我在家里经常这么干。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要互相洗脑吗？看谁洗得过谁，俗称沟通。如今跟职中整个第5季都在跟我谈沟通，到了关键时刻不谈了，继续谈呀。他给你用心给你的每个答案，都是你将来兑现的机会，一点都不亏。如果他什么都不给，太好。人生这个巨大的荒漠啊，哪里还没有骆驼？压死一个换一个。结婚就是要找到那只最抗压的骆驼。第3，我们回到这一题的题眼，我觉得题眼不是恐婚，而是恋爱多年。你知道我看到这4个字，脑海里就出现一条风干的咸鱼挂在一棵老树上晃悠晃悠翻白眼。爱情里不怕你有病，就怕你冷静，所以大部分的婚都是头婚的时候结，因为呢，大家都冷静以后，就谁都不想结。那你喝这个去除恐婚水，不是更冷静吗？空洞的眼神啊，扬扬脖子，耸耸肩，接就接。你把气氛搞得这么悲壮，视死如归的，万念俱灰的，你是结婚呀还是殉情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面对这瓶去除恐婚水，要考虑的是结不结婚吗？不是，你要考虑的是怎么优雅地处理一条咸鱼。这条咸鱼就是被时间放凉的我们的爱情。你要思考的是这条咸鱼，你是生吞下去，还是回锅翻炒？是继续挂着，还是拿去喂猫？我告诉你们，回锅翻炒是爱，它代表虽然时间给我们降了温，但是我有的是办法让它热起来。继续挂着是爱，它代表我虽然不想跟你结婚，但是想跟你谈一辈子恋爱。拿去喂猫也是爱，它代表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去爱你了，但是我愿意成全别人去爱你。但是我跟你们说，生吞下去不是爱，它只是代表我累了，累到连说一句我好害怕的力气都没有，所以才用麻醉自己的方式跟你结这个婚。可是婚姻绝不是今天咽下去，明天吐出来，而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每一天都面对这条快要凉掉的咸鱼，想尽办法让它变温暖。婚姻里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木偶的勇气，而是一个厨娘的热情。今天这一题是比 yes or no 要复杂得多的选择题。你们发现没有？不喝这瓶去除恐婚水，你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爱；喝了这瓶去除恐婚水，你做的那个唯一的自以为是的决定，它不是爱。谢谢大家。啊，可以。现在目前是反方多了8票。我想问一下，现场已婚的劳驾举举手。行，极少数，祝贺你们。所以结了婚的人不看《奇葩说》是吗？不是，是看了都离了。我们请凯西和那个首尔准备开杠，但是我发现你们双方本来都是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开始循循善诱了呢？好，来，双方开辩。正方要喝，开始。如果恐惧靠沟通可以解决的话，请问焦虑症和抑郁症，我们能跟他聊好吗？对于恐婚者来说，结婚就像坐过山车，可以坐可以不坐，但是不能喝多了坐，对不对？如果是可做可不做，为什么他还要恐惧，而不是直接喝了这个水，或者直接拒绝这个水还要犹豫呢？但是因为你喝了这个水，你婚姻中的问题并不会消失。我觉得如果你到了婚姻中要继续处理这些问题，你应该用理性的方法克服自己的恐惧，对吗？
对，我们喝了这个水，就是让我们有理性的方法去对待婚姻，而不是解决婚姻中的问题，只是让我们用平常心去走入婚姻或者拒绝婚姻而已。你刚才说喝这个去除恐婚水就像喝酒一样，你喝酒了以后恢复理性吗？喝少酒可以助兴，更何况酒不等于恐婚水，因为恐婚水里面不含酒精。恐婚水里面不含酒精，是不是同样让你发晕？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让你昏了头，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走进婚姻。你觉得这种婚姻幸福吗？所以心理医生都是为了让患者昏头吗？你去找心理医生，他不会给你一瓶水说喝了就不害怕，对不对？但他会给我开药啊。什么？心理医生会给我们开药。还有 KC， 我觉得作为一个帅哥，你对自己的认知不会太复杂。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就是如果特别想结婚的人，他不会怕，怕的人他就是不想。来，正方还有7秒。我刚才也说了，不想和怕根本是2回事。我们可以让他不怕，但不影响他不想。时间到。来，我们全场观众给正方和反方的一遍投票，5、4、3、2、1。正方获得多出11票。凯西在最后这个开杠环节抵抗住了首尔强大的攻势，作为一个新奇葩啊，难能可贵，是吧？好，来，正方2辩颜如晶。刚才马老师问，为什么大家今天状态都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们恐惧，因为我们害怕这个舞台。现在很多人都属于一种恐惧的状态，所以现在有点昏了头。对方今天最大的误解是以为喝了酒之后是昏了头的，但是不是，真正昏头的状态是在恐惧的状态之下才叫昏了头。今天这道辩题判断要不要喝这个水，其实很简单，我们问自己2道问题。第一道问题，你想不想结婚？很多人会误解恐婚的人其实不想结婚，不是，错了。恐婚的人其实是想结婚的，但是他结不了婚。这不是一个喜不喜欢、想不想要的问题，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知道为什么恐婚的人结不了婚吗？因为恐惧。大家对恐惧不了解，恐惧一般我们会在恐惧后面加一个症字，因为它是一种病。有社交恐惧症、舞台恐惧症、黑暗恐惧症、考前恐惧症、密集恐惧症，这都是一种病。每一种病都需要药来医的。给大家看一下恐惧症底下的人症状是有多悲惨啊！分享一个故事，我是有恐惧症的人的。我有什么恐惧症呢？我有恐狗症，完整的学名叫特定恐惧症。因为他觉得狗这个族群就叫一个特定的族群，特定恐惧症，就是任何一条狗，不管你是哈士奇、是腊肠、是黄金猎犬、吉娃娃，大的小的，只要任何一条狗在方圆1公里之内，我就能听到它的狗步声，这时候我就要逃了。怕狗跟讨厌狗是2个概念哦。讨厌狗是什么？是我想打这条狗，讨厌它。怕狗是什么？是我觉得这条狗随时会打我，我很害怕，你懂吗？这叫真正的恐惧。当时我恐惧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英国留学，你们知道英国的狗是可以坐公交车的吗？哇，对我来说是灾难，因为我从此以后不能再坐公交车了，我太怕了。英国的狗在公园是可以自由奔跑的。我就没有再奔跑过了，所以就是对，我拒绝去任何狗会出现的场合，太过害怕了。我这种怕狗的都算少了。我有个朋友怕鸟，你知道吗？真怕鸟，他怕的程度是只要看到一张鸟的照片，他都会吓到。就是刷视频，一颗孔雀出来了，手机不要了，这就叫真正的恐惧。这种恐惧对我们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才说有这种药能解决我的问题。最想喝的人是谁？是那些当事人有恐惧症的人。恐惧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它没有理由的。你问我为什么怕狗？狗用绳子拴住了不咬你，你怕不怕？怕。这个狗也打了疫苗，不会传染问题，你会不会怕？怕。哪怕这条狗死了，我都会害怕。因为恐惧最大特色是没有理由，而没有理由的时候，
就没法沟通。守儿姐，没法沟通。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不说沟通了吗？因为没有办法，恐惧没有理由。恐婚的人也一样，他一想到要结婚，我跟你说不用怕，不用怕，我有车有房，不用你，他还是怕。不用怕，不用怕，我父母不会对你有任何干涉，他还是怕。你说不用怕，我是真心爱你，他依然害怕。恐婚的人是觉得自己走上了一个隧道，他的人生是黑暗的，这是什么鬼？什么都不知道，这只是一种感觉。所以没有理由、没有沟通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只能喝药了。所以今天消除恐惧水这个药，如果能发明，它是跟秃头药一样的，每个当事人都想解决，旁边的人毫无反应。所以你问我最想喝这个水的人是谁？当然不是你们，你们没有这个恐惧症，是所有有恐惧症的人。第二点，我们再问第二道问题。你爱不爱他？这道题除了有恐惧症的那个人，他还有一个隐形的主角，就是那个陪伴你多年、和你交往多年、等待和你结婚那个爱你的人。我有恐狗症，但是这个症只会困扰我一个人。但是恐婚症困扰的不是一个人，它会困扰那个爱你的人。我有病，我可以说我不喝药，但是我的病会伤害到我爱的人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任何一个可以拒绝这个药的理由。漂亮，漂亮。如果只是小心是一个好处，如果我们谨慎也是一个好处，稍微的害怕也是一个好处。但是当进入到恐惧状态的时候，那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求救。所以这一道问题问我们的是：为了我爱的人，我愿不愿意求救？为了我爱的人，我喝了这个水，代表我不是真心吗？为了我爱的人，我喝了这杯水，代表我昏了头吗？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主角，他有严重的躁郁症，但是他是一个老派作家，他不愿意吃药，他觉得吃药太丢脸了。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女孩，他生平第一次乖乖的吃药。他对这个女孩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了你，我想成为更好的人。这个老作家愿意承认我有病，我需要吃药，为了爱，他选择吃药。那我问大家，吃药是爱，还是不吃药是爱？所以如果再次真的有这一瓶水，我想结婚，我爱他，为了你，我想成为更好的人，这水我喝，谢谢。好。杨世京说了一个恐惧的这个关键点，让正方目前胜出37票。来，反方二辩，殷伟。好，大家好，我是这一届新奇葩殷伟。他想要听到你的抱怨，他想要看到你的绝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并不孤单。如今好棒啊！在他后面讲压力一定很大，一定会恐惧，因为恐惧可能会影响我的平常心。可是现在我却异常的亢奋，因为恐惧保护了我，让我事前非常认真的准备，如今的论点都在射程范围之内。如今在最后跟我们谈爱，他说：“我爱你，我愿意喝。”可是你们两个恋爱多年，不是只有你而已，还有他。他如果爱你，他会想让你喝这个水吗？如果不会，对他来说，你的不喝才叫做爱。再往前看，如今讲了他的第一个点，叫做恐惧症。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事前准备了，特别请了我们的虫仔去问了他的精神科的医生的朋友，精神科医生朋友，他的朋友是精神科医生，不是这个意思啊。他问了，有没有一种叫做恐婚症的病？你常听到对不对？可是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叫恐婚症的病？没有，恐婚不是恐惧症，所以这两种恐惧是要切分开来看的。谁会说恐婚是叫做恐婚症？是那种认为只有结婚叫做正常，不结婚就叫做异类，叫做异常的那些人，他们使得社会上一些人被建构成了弱势，不能像对方这样看问题。我们回来，
我本人啊有一个太太啊，不然是几个人哈，2个女儿啊，我住在女生宿舍。我特别想要从女性的观点切入来讨论这个题目。女性的恐婚，基本上是对社会结构不平等的一种回应，它有理有据，而且是一种保护机制、提醒机制。如果你硬要她去喝这个去除恐婚水的话呢，事实上就是要她去除她对婚姻、对家庭、对结构的那一种清醒的自由。我们随便举几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女性所面对到的这些婚姻当中的压力及其带来的恐惧，这个不平等。比如说路边看到小朋友，你会问他：“你妈妈呢？”职场看到成功的女性，你会问她说：“你是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是千百年来女性结构性的泪水，因为她被预设了家庭的责任就是她的责任。而你看见这件事情之后，你感到一点恐惧、一点小心、一点距离、一点警醒，然后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合理的反应吗？这时候偏偏有人站出来告诉你，不对，你应该要去喝去除恐婚水，去除这一种警醒。凭什么？说好的自由呢？恐惧就是这么样一种保护的机制，它是一种提醒的机制，让你向内看，去判断你内心的价值排序，你心中对爱的程度以及对自由的界限，让你向外看，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看到这个结构，过去有过你的妈妈、你的妈妈的妈妈、你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他们都面临过一样的结构性的难题，而只有看清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做出最清醒而自由的选择。所以最后，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把视角稍微调换过来。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个恐婚的女性，而我是你身边的人，我会告诉你，这个恐惧很珍贵，因为恐惧的背后是你对束缚的挣扎，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而那一个在人世间行走、自由自在、敢爱敢恨的你，不就是我一开始爱上的那一个你吗？一样的，在当代的恋爱关系当中，你恋爱多年，你们常常是有福同享、一起快乐的伴侣，但是已经很少有机会有难同当了。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你都活得如此独立而精彩，很多时候你就算心里不舍，也没有机会表达与沟通。但是现在你要面对你心里最深层的恐惧了，我会希望这是一个契机，让我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有难同当，给我一个倾听你以及理解你的机会。谢谢。好，到目前为止正方领先19票。康永哥，劳驾，请问一下，刚才你跟徐峥联系有结果了吗？我认为导演大人行程一定很忙，就算是过了2天才想起来要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徐峥导演大人就是很秒回，秒。所以内容你是想要现在知道，还是等到辩论完了再说呢？我们现在就不妨分享一下吧。我先讲一下我问的那个问题哈。导演大人打扰一下，陶虹老师呢正在跟我们录制《奇葩说》，他说我可以微信问问看你，当你在追他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陶虹老师是有多么的抢手呢？然后徐峥导演就回答了，他说我当然知道啊，所以呢，其实是陶虹追我的。这真的是相当于自杀，我即便真的是这样，也不能传到外面去啊，对不对？说不定陶虹老师很愿意让大家知道呢。没有，他不是第一次说了呀。我说那咱俩误会了。我们是不是给人家夫妻惹麻烦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吗？好，我们回到现场来看一看双方3辩将怎么进行各自的立论。有请贝壳找房战队3辩黄执中。
这个题目在讨论什么？这个题目在讨论结婚吗？这个题目在讨论结婚。对方说没有恐婚症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同意的，因为它是个俗称。如果我们愿意聊的话，我们可以聊另外一样东西，叫做亲密关系恐惧。你知道这个题目很有趣，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不愿意走到最后一段，是因为他会害怕失去。我不敢接近你，我不敢一直往你那边走，所以他会保持在一个距离，到这边就停。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想要的吗？这不是他想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很痛苦。每一个在受到亲密关系恐惧症困扰的人，他自己是痛苦的，因为你把他的逻辑反过来想，表面上看叫做我不敢靠近你，因为我怕失去你。反过来想叫做我这辈子最不能失去的人，我不能靠近他，他不能得到他完全不想失去的那一个人，因为他停住了。而今天我们在谈到的第二件事叫什么？叫做对方误会了。我们有几个词在今天这个场上常常发生：恐惧、害怕、警醒、小心。对不对？穿插使用，他们是不一样的。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教辩论、教演讲，在教演讲的时候，我观察过很多同学，我可以分得出恐惧跟担心的差别在哪里。你要知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难关，担心是很正常的。担心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它带来的礼物叫做你会变得更小心、更谨慎。如果今天你要上台了，你脑子里头想的是我该说什么，我该怎么表现得更好，这叫担心，这对你是有帮助的。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恐惧的同学，他是怎么想的？他在想的是，老师我真的不行，我不行，不要，这真的不要，真的不要，不行。那时候他不是在担心了，那时候他脑袋里一片空白，那时候他心跳加速，一想起就会反胃。担心让你思考的更多，可是恐惧是担心过了头，恐惧让你停止思考。如果一个同学是担心，我们会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演讲时你可以怎么做。如果一个同学是恐惧，我会跟他说，那没关系，如果真的这么困难，先 pass 吧。因为我知道，恐惧不是老师，恐惧不会保护你，恐惧不会教导你，恐惧是伤害。今天我们在谈的是什么事情？是一个，如果我的负面情绪困扰了我的生活，我借由药物解决它，我错了吗？这样可耻吗？这样不应该吗？很多人会以为喝了药，感觉好像我被操控了，失去了理智。错，你在恐惧的那一刻就失去了理智，不是药物操控了你，是恐惧操控了你。这个药是让你脱离操控的药，你懂吗？当你不再恐惧之后，你才能够认真的去判断事情。该不该结婚的时候，不是在恐惧的情况下来做判断的；该不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该不该上台的时候，不是在恐惧的时候做判断。你把它先拿开，然后，我现在可以认真想事情了，这才是你要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辩题很有趣，人在投票的时候很有趣。我们为什么那么少人会想要喝？因为它的辩题叫做去除恐惧水，好像很有操控的意味。如果我今天把这个辩题换一个词，恋爱多年，我一直被恐惧所困扰，我没有办法理性的思考这件事。如果有一瓶水能够让我恢复理性，你喝不喝？我举一个最后的例子。
我们出门我们会穿鞋，有人自己做了鞋，有人买了鞋。我们不会去问你买的鞋是别人的鞋啊，别人做给你的鞋啊，为什么不自己做一双？我们不会问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鞋从哪里来不重要，你要去哪里才重要。这就是克服恐惧。我们要克服恐惧了才能出门。有人有能力，他可以自己做鞋，他可以自行用他的能力克服恐惧。有人没那么幸运，他得买鞋，他那双鞋也许不是他自己做给自己的，是别人做给他的，但是无所谓，鞋从哪里来不重要，我愿意出门很重要。不要告诉我学着做鞋你可以成长，我出门之后我也能成长。不要去纠结靠着别人做的鞋丢不丢脸，你要相信你走到的远方就是光荣的。好，至中之后，目前正方有19票进账，来，反方3辩，秋晨，哎，加油！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就在不停地对我说：“你要扛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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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住。”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胜负了，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们队必须，然后把我们队真的想说的话说出来。天哪！大家不如回忆一下当时为什么按了我方这么多票吧？啊，这锅这么窄，我的天哪！其实我理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投下那么多的票投到我方，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恐婚症患者，对吧？你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恐婚症患者，然而对方一说完之后，你们发现我原来不是恐婚症患者，恐婚症患者在哪儿呢？不知道，因为他们是一群神经病。其实这恰恰就证明了我们两方一个巨大的分歧，就是今天坐在这里那些不太想结婚、不愿意结婚的人，到底是不是恐婚症患者，或者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人群？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的，对不起，我觉得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每一个人真实的生活困扰，我们不要讨论精神病要不要吃药。我有病吗？我要讨论精神病要不要吃药，对不对？大家的这个转变也意味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个社会上对我们恐婚的情绪不闻不问，不愿意帮我们解决恐婚的问题，却只问我们能不能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不是甩锅？其实我觉得这道题目的设定非常的奇怪。你看，同样的两个人面对一段婚姻，一个非常渴望，不断的暗示，一个心生恐惧，有一点排斥。可是为什么只有我的面前有一瓶去除恐婚水，而他的面前就没有一瓶去除可婚水？甚至围观的七大姑八大姨面前就没有一瓶水叫做关你啥事儿，给我闭嘴之水呢？我觉得在这个恐惧的生态里，你知道吗？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恐惧，我怕结婚，他怕单身，七大姑八大姨怕我们有不同的人生选择，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恐惧的情绪在那里。这个生态里边，任何一个人把自己面前那一瓶水给喝了，这事儿都消停了。凭什么只有我面前有这瓶水？凭什么？对不对？这意味着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只有恐婚是病，要治，而其他所有的恐惧情绪、对单身的困扰、对其他人有不同人生选择的排斥，这些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这意味着同样都是建构出来一种病，可是大家却只认为，心底深处只认为不想结婚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缺乏了一点点正当性。你想想，为一件正当的事情有情绪，会受到这么多指责吗？如今怕狗，可是不养狗，它如果不是一个事儿的话，那我怕狗也不需要被解决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不结婚不是错的话，我怕结婚为什么又是事儿呢？那第二点，这个题目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不就是去除恐婚水吗？这个看上去有一点科幻的玩意儿，但是实际上你把这个前提去掉，它就会变成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就是不太想结婚，请问我要改吗？那我给大家的建议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我
不改，谁想让我结婚，谁自己改哈。对，你想想我为什么要改？我为什么要改？我不想结婚，于是就没有结婚，对吧？我说到做到啊，我前后一致，我逻辑自洽，我改什么？法律上面有一个原则，叫做谁主张谁举证。我觉得我们做人也一样，应该秉持一个原则，叫做谁主张谁改变，哈，谁主张谁行动，是不是？我就想知道到底谁那么想让我结婚，他到底又为我做了什么？如果是父母想让我结婚，他们有尝试去降低一点点我们结婚的繁文缛节吗？如果是伴侣想和我结婚的话，他有尝试去理解一下我对婚后什么养育孩子、婆媳关系、父母养老这些问题的纠结吗？如果是这个世界想让我结婚，想要提高一点点咱们这年轻人的结婚率的话，他有没有尝试去降低一点年轻人结婚的经济负担？有没有尝试去降低一点我们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啊？如果都没有，就只叫我改；如果都没有，还说我有病，这不是叫不劳而获吗？我认为所有不解决我问题，却要我消化情绪的行为，都是耍流氓。哎，这个题目里面还有一方，就是如今刚才提到的一方，就是咱们的另一半。和我恋爱多年，但是想跟我结婚，而我不太想，所以才会有这道辩题，对吧？那两个人在一起，似乎互相迁就和妥协，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就为了他结一个啊，是不是看上去也合情合理？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伴侣他到底乐不乐意？我们得靠这瓶水才敢跟他结婚。你想想，如果我是那个伴侣，想要跟你走进婚姻的殿堂，我会非常的生气，我会觉得你喝这瓶水就是对我巨大的羞辱，是不是？哎，我有那么糟糕吗？啊，你不喝这水不敢跟我结婚，这就跟骂我一样，是不是？骂我不喝懵了下不了嘴。我有那么没法沟通吗？你跟我聊过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吗？你是觉得我一定不会听，还是一定听不懂啊？你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觉得我一定没有出息？你害怕的所有事情里面，你觉得我们一件也解决不了吗？而我最失望的是什么？最失望的是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啊？你不相信我需要的根本不是结婚，我需要的是你啊！我想和你结婚，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两个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少一点点担心和害怕吗？为什么要搞得那么悲壮，好像要去就义了一样？为什么？如果婚姻本身就会给你带来那么多的恐惧，我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因为你，还是因为真的就是你有病，这个婚我可以不用结，因为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是保护我们，而什么是保护啊？保护就是让我们不用害怕，而不是不许害怕。所以真的让我难过和受伤的，不是你不敢和我结婚，是你默默的去消除了你恐惧婚姻的情绪，而在我的面前却一声不吭。好，最后我要真诚的跟大家交流一个非常小的问题，那就是就算不喝这瓶去除恐婚水，哈，我们带着那么一点恐惧婚姻的情绪，是不是也不妨碍我们结婚啊？对不对？我有好多朋友，我37岁的人，有好多朋友已经结婚了，恰恰是婚后才发现婚姻的可怕，而发现了之后，反正也没有离啊，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婚姻如此，人生也是一样，谁不是带着点小恐惧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呢？而这些恐惧其实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也鞭策我们努力。我们每个人都会害怕的，我们每个人都怕这个舞台，你知道吗？我们怕输，怕垮，怕丢人。我怕开场的音乐听着就想拉肚子，很多人都怕马老师的木鱼听了就忘词儿，对不对？可是这是我们对这个舞台的敬畏啊。而婚姻也是一样，我们在婚姻内外一定会患得患失的，对不对？我会害怕自己失望，会害怕自己让你失望，那是因为我们对婚姻和爱这件事情多少还有一点点的期许，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无所畏惧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无所畏惧的背后是无所谓而已。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应该是哪怕这辈子和你一起担惊受怕，
我也愿意这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谢谢各位。陶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奇葩说》针锋相对的2个立场的辩论里面，会让你每经历一个回合就经历一个寒暑。就是你听完一方的辩论，你比如说听完黄执中给你营造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剖析和那个气氛之后，你就想找一件鹅的那个鹅绒系列羽绒服来穿上，因为你觉得浑身发冷。然后再听完这个虫爷在给我们讲完了以后，原来无所畏惧的核心就是无所谓的时候，你就想上携程到全宇宙出去浪一浪，因为反正也没关系。所以经历完全针锋相对的这种辩论，经历这个寒暑的感受，就是奇葩说这个现场能带给你的独特的东西。来，我们要请2位3辩走到开杠台前。来吧，先从黄执中开始。如果我能够无所谓，那其实当然就不用喝。如果有人不能无所谓的时候，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喝？我觉得今天这道题目的意义就在于，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是先消灭了情绪再聊，还是我们先聊一聊情绪背后的原因？所有的情绪都是有原因的，好吗？为什么要消除了情绪？当然应该要先聊，我们也没有说你兜头就喝。聊完了之后，发觉我还是被困扰，无法解决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喝？我觉得这在今天的辩题里不存在。我认为我们真的不是要讨论有精神病的患者要不要吃了药然后去结婚，我觉得不存在。每个人心里害怕的情绪拿出来聊一聊，不要压抑自己。不存在，你的意思是说，所以任何人只要聊一聊，就都应该不害怕？如果害怕就是精神病，是这个意思吗？我说的不存在，不是恐惧症的不存在，而是在今天这道特定的辩题里面，恐婚症明明就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疾病，很多人不愿意聆听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就发明了一种病叫恐婚症，还逼你吃药，为什么要宠他们？所以您的意思是指，在今天这道题当中，我们只讨论那些聊一聊之后就不会害怕的人，他们该不该喝，这个意思吗？我认为大多数人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他们有真实的原因去害怕，而不是简单的因为神经病。聊完了还是怕，可不可以喝？我需要回答。好，我们有5秒时间来投票，5、4、3、2、1，反方获得38票的跑票。哇，秋晨他们搞不好能赢哎！虫爷获得1杠。很多人特别关心说你听完3辩的观点之后，会不会改变立场？我之所以觉得可以喝，是因为我基于我觉得人生是一种体验。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没有恐惧的面对婚姻的话，你当然可以喝。教授，你有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的余地？如果有解药可能喝哈，你说为了体验嘛是吧？体验呢，体验完了你要回去。我7回。啊，对。双方开杠完成之后，总跑票数反方多1票。好，江小白战队秋晨结辩。好，谢谢。其实今天和对方的分野就非常清楚了，就是对方尝试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情绪问题。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好少一部分的人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今天这道题目之所以要有意义，就是在于当我们有真实的困扰导致我们排斥进入一段婚姻的时候，你是要先听一听我到底在困扰什么，还是先给我扣一个帽子说你有恐婚症，然后你再喝上这瓶药水？你知道吗？在生活当中，我特别讨厌一种人，就是动不动就拿你有情绪问题，然后来堵塞2人沟通的契机。好多时候我生气了，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你说你有情绪问题，等你冷静下来再讨论。我说我很愤怒，我很沮丧，你说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对不起，我觉得咱们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无缘无故的情绪，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聆听，而不是被消灭。谢谢各位。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聆听，而不是被消灭。来，正方结辩。今天这道题
如果是恋爱多年你却恐惧，你该不该喝？那么虫仔所讲的就完全正确。我们不应该把你恐婚扣成别人的帽子。这道题说的是什么？我却恐惧，我该不该喝？这不是个别人扣给我的帽子，是我在恋爱多年过程当中遇到我真正深爱的人，我所有的挫折，我所有想要再抱紧一点却不敢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叫做我恐惧。这不是你扣给我的帽子。所以你讲的那些沟通试过了，那么多年，我如果真的不爱他，不会需要恐婚的。他如果真的不爱我，我们也用不着谈恐婚。我恐惧，我能不能这样求助呢？来，所有现场观众，请投票。5、4、3。我相信这场比赛我们谁都不想输，都拼了命想赢。2。比赛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把你摆在不确定性的尽头，然后这个时候你才会拼尽全力。1。正方11票获胜。不止轻松了一点，整个人都松掉了。请派代表上来，我们将送出的是京东提供的不开不知道，一开爽到爆的京东爽爽大礼盒。我觉得我这一季就是找不到状态，很着急，越着急越找不到。如果我表现好一些就好了。哎呀，就是有点遗憾，但是也没办法，这就是比赛。陶虹，你手里有一杠，你可以送给其中的一个人，你觉得应该送给谁？我特别的孤陋寡闻。我后来才知道，一般的大学里面都是有辩论队的，而且都经常会有这样的比赛。这让我一下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当初上了一个假大学？而且我从小吧，上面有一个能说会道的姐姐，我那时候只要一张嘴，他们听了2分钟以后就说好，不会说别说了。所以我就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不太敢张嘴，然后更是不太敢跟人争论。最重要的是，我从来不跟人吵架，我老觉得自己也吵不赢。一旦吵架，我就开始恐惧上来了。所以这个，我看到你们在争论的时候，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在这样紧张高压的状态下，思路这么的清晰，然后口齿这样的伶俐，然后自己的那个论点从来都不乱，真的是太让人敬佩了。在这么多的人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人扛的压力可能是最大的，就是秋晨。对，所以我想把他给秋晨，因为我觉得他最后真的是火力十足。谢谢。谢唐老师。在整个的辩论过程当中啊，其实，双方导师都暗中较劲很长时间。我们要听听罗振宇老师作为正方，还有什么要补充今天正方观点？那个虽然忝为导师哈，实际上我在我们的讨论群里主要是给他们负责发红包，去除他们的恐惧。对，我在看他们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什么，就是作为一个辩论题，尤其是这种脑洞题，他在问什么？他在问我们要不要向那些外部的、充满了不确定的，我担心他会操控我们的解决方案去求助。王阳明有一句著名的话，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什么？因为你心中的那个，甭管是恐惧、沮丧等等，它是跟你一体的。这种纠结，你靠自己的力量是根本出不来的。咱们别说恐惧，我们说你现在请不要在自己的脑子中想象一个马东，你做得到吗？就这种困境是内化于你的，你怎么摆脱？你不向外求助怎么办？电脑里有病毒，你让它自己好，自己沟通，
杀毒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本题考教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分辨清楚我们要不要向外求助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我平时在工作中，我们有一些同事，我说你这没干好啊，他说是啊，但是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呀，就在我的工位对面。我说你再想想，你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吗？啊，真的，我所有办法都想了，我还是做不好啊。我说我就坐你对面，你为什么不向我求助啊？求助是我们经常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经常把它忘掉，因为我们老觉得那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且不确定的解决方案，就像恐婚水。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叫“问题不可能由产生这个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哎，这句求助了，这就是这个题我们要坚决站在正方的原因。谢谢。蛋总需要向他求助吗？该我说了是吧？对对对。我其实开始没有准备太多论点，那听着听着我的论点就越来越多。你们这个太过分了，从 KC 开始就把婚姻、害怕结婚等同于抑郁症。然后到了如今就成了恐惧症，到了罗老师这儿成了电脑病毒。你们这为什么多想的？你最后那个话挺对的，说一个问题不能用产生这个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那我们就换种思维嘛。你给人喝懵了算怎么回事？我觉得害怕婚姻不是病啊。一个社会非要让人结婚才是病啊！我看完这个题，第一个反应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完童话故事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然后呢？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是然后呢？怎么幸福生活在一起的？那你喝了这瓶水，那你俩是不是还是要结婚，还是要过日子？那然后你们是怎么过的？你还不是得怀着恐惧去过吗？你这个日子没有恐惧是过不好的，恐惧是人生的必需品啊！也没有恐惧，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害怕，什么时候该保护呢？就是我们其实人活着有一种过关的思维啊。我们小时候考试也是觉得，哎，我考上大学，人生就好了，从此就好了；我找到工作，人生就好了；我结了婚，人生就好了啊。有的人结了婚，觉得我离了婚，人生就好了。不是的，人生不是一关又一关的，人生是一段关系又一段关系的。人生是你要去维系的，不是去打怪的。我喝了这瓶水，人生就好了吗？不会的，你不是还是得把日子过下去吗？你是要维系一道关系，而不是去过这个关吗？该我说吗？当然，结婚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件喜事儿，所以为什么还要恐婚呢？可见恐婚是最近才开始的一种现象。我们要问人为什么现在开始恐惧？上一季奇葩说我曾经说过，结婚其实就是办企业。那如果不结婚的话呢，就是做个体户。那么结婚还是不结婚，相当于你想当做企业还是做个体户，这是两个选择。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后来他凭着这篇论文拿诺贝尔奖的，叫《企业的性质》。他问一个问题说：人什么时候要放弃自己在市场上面的自由，跑到企业里面去，听从企业里面的规则？什么时候出来单干，在市场里面能够自由灵活？他说看哪一种生活方式，哪一种组织形式更有效，成本更低。那么人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要当个体户不结婚，实际上也是取决于外部的环境、生活的环境的变化。今天的现代社会使得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对市场的依赖越来越重了，离不开市场，离不开社会了。许多原来家庭能够提供的功能，社会上、市场上能够提供了，这是重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人，尤其是女性，她们的教育变得越来越独立了，
教育独立了以后呢，收入就独立，收入独立了以后，品味就独立，兴趣偏好就独立。这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凡是在大城市、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人的教育水平更高的那些人群，对未来的期待更远的那些人群，独立性更强的人群，他们往往就会把婚姻往后推。这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你想想看，过去的人10几岁就结婚，寿命是50来岁，所以婚内的时间大概是20、30年。而今天的人，如果20来岁结婚，你要陪伴那个人到90岁，翻了1倍的时间，是不是要更小心一点、更谨慎一点？我们要好好考虑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们陪那么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所谓恐婚，只不过是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独立的一种表现。OK， 所以呢，我们说恐婚实际上是一个人在现代的社会里更加审慎、更加合理、更加理智和更加独立的表现。这时候，如果你说有一瓶水我喝了，这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不是要变得更不审慎，变得更鲁莽、更反潮流、更不合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瓶水，我不会喝。谢谢大家。罗老师他们说的话能动摇你的立场吗？那怎么可能？我跟这边是一头的。这样，如果抛开这道题的立场，我们想想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恐婚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现场这么多婚龄女性，刚才我一看结婚的并不多，觉得自己有恐婚倾向的，劳驾举举手。康永哥也举手。我的立场是我特别能够理解恐婚这件事情。我们奇葩说之所以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奇葩说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总导演李楠楠，是一个恐婚症的患者。跟男朋友在一起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办法迈出这一步。但是当真正全公司的很多人在拿它当辩题讨论的时候，发现关于这个辩题在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里面特别多。我们抛开这道辩题本身，我们今天该怎么理解身边的人恐婚这件事儿？蛋蛋，你身边有恐婚的女性吗？太多了，太多了。你一般怎么跟他们聊天呢？就这样很好。其实，我觉得婚姻本身是一个合谋，就是你们2个人都有共同的意愿才往前走的，这是就是通过交流是应该可以达成共识的事儿。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婚姻一定是一个样子吗？就是我觉得之所以恐婚，是因为你认为的婚姻就是那个样子，你认为你必须符合那个标准。是不是这个标准是一个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呢？你可不可以和你的那一位创造一个新的标准呢？其实婚姻最终是2个人的事儿，也可能是2个世界的事儿，这看你们2个人怎么来合作了。如果你们俩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的话，那婚姻是有可能的，也没有那么可怕。但如果你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它可能是挺恐怖的。你要活在一个别人定的标准之下去玩一个游戏，然后你可能经常一不小心就踩雷区，那是活得挺恐怖的。整个恐婚的话题的核心是这个社会氛围里有一种东西叫做应该，就是到了年纪你应该结婚，然后你对这个东西有所畏惧，又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然后它就变成了叫恐婚。但是往往更多思考的应该是应该那个词儿。怎么了，楚音老师 ？OK， 因为我看到现场这么多人都把结婚当做这个个人解放来讲啊，薛教授也讲了很多，我自己也是教授，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在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强大，所以你不需要结婚，对吧？过了50岁，你是另外一个想法，生了病以后你需要有人帮的。45岁你失业了怎么办？要不要有人养你？
65岁以后，你进了养老院，没有孩子来看你，你知道护工会怎么虐待你吗？你需要婚姻。你知道你老婆会怎么虐待你吗？说的特别好，说的特别好。我们经常就这么觉得，找另外一半跟一个陌生人一样有风险，对吧？如果真的能遇到一个放心的人，你需要结婚。我自己结婚很长时间了，这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你要知道，当你过了55岁，一个人飘在社会上，像这些成功的人，这样的几率是很小的。你需要一个人帮着你一起走，你需要孩子来照顾你，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最合理的选择。谢谢大家。我站在楚音老师的反对面上，是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楚音老师那句“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不起，这个世界上没有这句话。什么叫“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我们永远站在一个我来代表大多数人，告诉你们这个世界真相的时候，楚音老师极其危险，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55岁的时候会什么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代表大多数人。但是有统计，有概率。对，然后呢？然后呢？所以你在35岁以前坚信自己绝对不是大多数人。可是你真的想过没有？过了55岁，你很有可能就是大多数人。不是，是因为你从来都只是大多数人，只是没有必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用“我是大多数人”，因为当你用大多数人去概括自己的时候，那少数人是谁？他变成了你的对立面，这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东西。你说的很有道理。康永哥，你有什么想说的是吗？我想呼应陶虹老师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婚姻之所以让我们恐惧，是因为它设定了一个标准，似乎难以跨越。所以如果要让我们对婚姻友善一点的话，我觉得从结婚的时候的誓词就应该开始改变。你说什么，不管贫穷与富贵，不管健康与生病，我们两个人都在一起，至死方休。讲出这句话的人，大部分都做不到。这句话太恐怖了，就是谁听到我们要这样子才能至死方休，会觉得不恐怖。所以这本身，如果像陶虹老师所说的，婚姻有各种我们自己可以设计的样子。我有朋友是结婚后两个人就分隔两地到死都没有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他们号称结婚了，然后我们当然觉得只要你同意，这就是你们结婚的方法呀。所以为什么要把婚姻誓词定得那么恐怖呢？为什么要至死方休啊？就是定一个生活化一点的标准，然后我们去结婚才没那么恐怖嘛。所以就像秋晨所说的，你要我们不恐惧，请你把条件改善，而不要只要求我们不恐惧而已。康永哥，帮我们设计一个婚姻誓词，我们有些什么要素是咱们在这儿可以一块讨论一下的？我觉得你唯一应该要迈向婚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说我珍惜此刻，然后我因为对于此刻的珍惜，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值得珍惜的未来，这是结婚的唯一的原因。差不多，我结婚时候好像说的就是这句话。不过确实啊，结婚的时候我们会说白头偕老，对吧？这句话。但是你像陶虹老师跟徐峥老师，怎么白头偕老？不是我不是这个说话不吉利哈，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怎么白头偕老？黑头发都没有了。所以你觉得对你们的婚姻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呢？照亮彼此。那你这就是咒我了。我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今天整个这场辩论当中，正方就是用了恐惧这个观点。康永哥，你生活当中有什么真正让你恐惧的事儿吗？我现在正在经历巨大的恐惧。我相信今天初次见面的陶老师看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把那恐惧放在外面。我不觉得那个是一件需要放在外面的事情。我觉得年纪变大很可怕。这个恐惧在于你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情，就是
市面上有那么多的书，说你可以优雅的变老呀，你可以迎接人生另外阶段啊，那些当然都某个程度上就是在安慰我们都必须要经历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马东为什么问，可是我的确承认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要遇到，然后他来的时候，其实你得好好的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去想好你要怎么面对它。然后一旦想好之后，就会像我这样子，虽然呢看不出来我在恐惧，可是我心中有恐惧，而且我不觉得这个恐惧需要被消灭，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啊。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蔡老师见到桃红女神就忽然想起变老很恐怖。镜子，我觉得见到她应该是比较勇敢的，可以讲出来在想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很妙的部分就是在座的人在青春阶段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将来会来，那非常好，就是让大家各自待在自己的人生阶段，享受你的现在，这个就很棒。然后等你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再想办法对付它就好了，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蛋哥，你有什么可恐惧的吗？还好，我就怕我的肝就是跟不上，我特别害怕我的肝脏提前崩溃了，你知道吧？他的工作压力有点太大了，就是我比较怕这个。你喝点江小白养一养。哎。好，今天场内场外、赛制内赛制外都是一种辩论，核心的问题是通过奇葩说的一个辩题，让大家对于恐婚这件事情引起更多的思考。但是辩论依然是辩论，今天是正方获胜，所以对不起，我们要在反方3位当中，根据本场表现，由全场观众投出票数最低的，将会离开奇葩说的进程。请给秋晨投票，3、2、1。秋晨90票，请给傅首尔投票，3、2、1。傅首尔60票。很沮丧，我觉得今天我的表现并没有，我连淘汰感言我都想好了。请给殷伟投票，3、2、1。因为老师可惜了，我觉得他的问题可能是我造成的吧，在一辩被我看我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好，到他身上压力就大了。我觉得今天还算 OK， 就是没有太给蛋总丢人，但我很感谢就是送上了很多温暖给大家，用对得起这个舞台的方式送我离开，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